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观察家方恩格，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会到我们现场，我们持续的为大家介绍。好，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关心到的就是国际的讯息。那我们也看到了美中从上周的川习会之后，大家就很关心美中这两个国家的互动状况。好，但有人认为说，美国真的很常人前一手，人后又一手。我们看到最新这个贝森特又说，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那他说不想跟中国脱钩，但是又要降低风险。他说这个是中国跟世界的对抗，他们将这施压在全世界上面，全世界也将要来抵抗。那他甚至也特别讲到了说，美国我们这边要摆脱中国稀土的控制。好，那当然在农产品上面呢，我们中国也取消了美国农产品关税年购2500万吨的大豆。好，王毅这边也认为说，各方普遍觉得中美关系有望再迎来一段可控跟稳定的时期。那习近平主席再次引领美中关系的巨轮穿越了急流险滩，彰显的是大国的自信、从容还有责任担当。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是中国大陆现在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有一些底牌也还没亮出来嘛。因为有人说美洲贸易战中国大陆还有一个新王牌，就是制药业供应链。好，这美国抗生素以及多种关键药品的国内生产能力大幅下降，那约半数的原料其实都是仰赖中国，这恐怕也会让美国在新一轮的贸易或是地缘冲突当中面临制药业供应链中断的一个风险。那现在也有说有一个这个原料是潜在的核燃料，那中国大陆70%以上的铀资源都比较需要进口，那全球都已经说了这些资源可能在70年之内就会耗尽。那当然现在有其他的新的这个元素就被寄予厚望。那中国已经探明了这个部分大多是开采到稀土的这个半生副产品，那不仅大幅的降低了核燃料获取的成本，那也会解决了稀土开采的增值利用。所以现在整个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当中稀土确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它也会影响到一些环境上的污染。那当然现在美国过去是不想要这样嘛，所以让中国大陆去制造，但现在却发现自己非常的依赖中国。好，我们要看到川习会之后，美国企业持续的撤出中国大陆，那要寻求的是其他的稀土供应源。好，那当然呢，现在美中的冲突可能会随时再起那美企多年来也将生产线移出了中国的趋势还是持续下去，所以有人认为是不是美中还会有下一波的贸易战那当然美中现在暂时算休兵嘛，那是不是也准备下一个战略资源的竞赛？也就是说多项的敏感议题悬而未决，包含港口费的暂停，还有 TikTok 之母公司字节跳动分拆安排等等的后续落实，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一个解方，所以恐怕是接下来可能美中之间还会持续在角力跟讨论的部分。那当然也有政策研究单位分析说双边已经掌握了可迫使对方重返谈判桌的有效工具。那未来如果再出现一些摩擦，不排除就会把相关措施再度端上台面。好，那这当然这个让全世界都会很紧张因为我们从4月就川普拿关税来治百病，那后来美国又有这个很多的不同手段在对付各个国家，那中国大陆这边也使出了他们的稀土王牌，所以这真的是世界非常的动荡。那彭博也讲啦，川普的亚洲行对盟国释出善意，那中国大陆的外交斩获很多，那也因为这个亚太各国仍然需要面对川普2.0的现实，也就是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接下来当然是更高了。那川普在国际关系上面又很难预测，持续的牵动局势。那同时中国大陆也继续在区域内斩获外交成果。所以 APEC 就是很好的嘛，我们看到了川普他只去跟习近平见完面，当天就返回美国了。那在 APEC 这边当然习近平就出现了，那是不是也故意趁着川普不在，他在 APEC 上面倡议要成立全球的 AI 监管机构？
那要抗衡的就是美国的主导权。那习近平是在公开场合啦，倡议一个这个 AI 的管理机构，希望借此将中国定位为贸易合作跟新兴科技治理领域当中有别于美国的另外一个选择。那甚至呢，在 APEC 上头这个因应人工智慧新一轮科技的革命还有产业的建议，那他当然也是有说要强化这个数字赋能啊，还有数位化、智慧化、绿色化等等的。那很多人听完习近平的讨论啊，是认为他有点含蓄的在警告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或是其他国家，不要站对美国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更合作的态势。那王毅的部分则是指说，习近平的南韩行程是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那世界看亚太，亚太看中国已经成事了。好，他特别讲到说，面对保护主义的逆流中国以普惠包容来促进共同繁荣，那以责任担当来维护公平正义，对国际秩序跟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已经日与俱增。好，所以世界看亚太，亚太看中国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一个态势。好，目前你可以看到嘛，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确实大家讨论度还是很多，尤其美中之间的贸易还是大家讨论的焦点。我们首先先问亮哥，中美贸易跟科技战啊，我看到白宫公布的清单啊，然后跟中国商务部其实有一点地方有落差啦，就是稀土。因为中国商务部所公布的稀土是仅限于10月9号商务部那6份公文，可是白宫公布的是之前的都不算啊。那这个就是变成说中国大陆要不要跟美国较真啊？因为这个礼拜要签约嘛。我认为中国大陆较真的机会，我应该说他不一定会跟美国较真啊，因为这个大的氛围基本上是中国。全世界几乎都认为中国已经赢了啦，因为稀土管制这个暂停1年，那美国在1年之内又发展不出稀土，用高盛的评估报告认为至少要10年，所以贝森特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嘛，说我 G7 合力2年之后就可以解决需求，所有人都在笑他嘛，说你在自嗨嘛，那等于是中国大陆就有2把剑放在上面，第一个就是稀土出口如果你5到6年发展不出来，那你1年暂缓又怎样？对，你只要再来玩科技战，我就随时暂停出口啊。那另外一个就大豆美国农业部已经表示说，今年剩下2个月，那中国承诺买1200万嘛，那未来3年各买2500万。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去计较数字啦，因为中国大陆1年进口的大豆高达1亿3000万吨这个也只有20%啊，而且都依赖巴西也不好啊，因为巴西的大豆会涨价所以我是觉得大体上，我觉得中国是以大局为重那当然，军工产业还是拿不到稀土啦可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会产生一些外溢的影响，就是大家就看清楚了，美国的贸易战、科技战真的撞墙了。终身美将，就你玩不出去了啦。感到川普的贸易战好像只有对盟友的部分有得分打到的是韩国、日本、台湾跟欧盟加拿大，变成这样那中国大陆你要慢慢又回去了，这样这会产生一些效果就是有一些国家会开始站队，比如说东南亚的国家就在 APEC。直接跟中国大陆签 RCEP 3.0 那东南亚国家也发现中国大陆现在占东盟的总体贸易 20.1%， 美国只有 12.8%， 所以谁才是重要的贸易伙伴？然后你再看中国，习近平参加了 APEC 的大会，川普回家啦。是啊，习近平做了一个演讲，提出5点，重点都是多元贸易体系，希望能够让供应链更顺畅嘛，而且中国大陆非常明显，它在降税，在降关税。中国大陆现在跟96个国家零关税，跟东盟还有拉丁美洲94到99% 的货品
是零关税。美国现在对外的平均关税15%，你不觉得有2个体系在崛起吗？一个就是全球贸易，然后不断降关税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个事实上就是美国过去的主张。你现在没有发现吗 ？WTO、APEC 都是美国发起的，结果现在来当老大了，变成中国，这个事实上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可是这样的路，川普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因为看起来他对多边的贸易没什么兴趣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结局会怎样？我觉得结局就是贸易的部分，中国继续增量。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全球贸易，今年预计顺差会有1兆2000亿美元，去年是1兆美元，它还在增加。那另外就是科技你打不死中国啊，人家就开始跟它形成一个新的区域生态系。那另外就是金融，人民币的国际化就进一步成为贸易货币、国际支付货币，这个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了。好，永平姐怎么看？我认为这次这个川习会在 APEC 旁边的谈判结果可以说呢，川普很明显的他采取一种以拖代变的策略。大家为什么认为说中国赢了？因为很简单你除了把事情再拖1年，然后呢，让所有人都看出来，原来你最大的软肋就是稀土跟大豆，所以呢，任何时候只要中国一把这2把大刀一举出来，你又要退让。那所以你这样拖1年有意思吗？能解决吗？何况我认为拖了1年到了明年呢，美国的政治生态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呢。马上来临的几个选举看起来美国的那个风潮有变，而且目前看到的情况呢，对共和党以及川普所领军的这种 MAGA 的阵营并不有利。所以如果说明年一旦，因为现在美国那个政府关门还持续拖下去，所以如果明年一段其中选举川普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由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情况下，他明年他现在全部拖1年的结果是要到明年11月，他们又要来谈呢。现在这些问题要来搞一次。可是那时候一个很弱化的川普，现在川普还是走顺风车，很强势他去到这个日本受到那样大的欢迎，去到韩国给他拿那种古代的那个王朝的那个王冠奖章什么的，他到处都受到这种他最喜欢的王者般的待遇。他还跟中国的谈判还谈成这样，那明年的话可以吗？他当然啦，他要明年在期中选举前4月份要赶快去一趟中国大陆。好，那中国大陆呢也会礼仪式的摆出对他不错的阵仗，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你要解决川普呢，实质问题不用谈，我面子上给你做到了，然后面子上做到，他就会开始讲一大堆你的好话。那实质的问题呢，要不然拖，要不然呢就是没有牙的老虎恐吓你一下呢，他自己又退出。那这次我觉得 APEC 是川普自己把主场最后让出来给习近平的，因为他急急忙忙的返回美国。他的说法也很奇特，他说因为哈喽印来了，回去花糖果，对这个事情比跟习近平重要。我一定要回到美国。你想想看，你对于参加 APEC 会议那么多国的领袖，那感觉是什么？我们真的人不如鬼耶。对不对？我们这些重大的领袖，我们还比不上你那个发糖果的鬼节。所以呢，这个时候习近平呢，你不需要讨好他，你也不用给他皇冠。他呢，努力倡议的全球体系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原来正常的体系。然后他一再的跟大家表达说，我们是稳定的。虽然很多人确实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特别在军事跟战略区域安全的问题，可是现在美国川普的这种反复性呢，造成其他特别是亚洲地区跟中国大陆在交往的时候，他们呢会在安全有所顾虑的情况下，仍然会促进经贸的活络。这个就是所谓习近平外交的成功。好，方律怎么看？
这次川普回来执政，很明显他的外交政策是以贸易为主而且他完全没有跟中国脱钩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完全是没有。所以财政部长 Bessent 常常说，没有跟中国要脱钩了，还是要跟他们进行贸易谈判。那这次川普跟习近平开会，川普好像其他的议题都没有提。对。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最关心是台湾议题有没有讨论。对。但是另外在开会前几个礼拜，中国有抓这个基督徒啊，这个也是引起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美国媒体也有在关注。那好像川普也没有提人权之类的问题，或南海议题，西藏、新疆、香港。就是如果我们回到他第一个任期，就是在最后2年左右时间，那个时候 Pompeo 是国务卿，2019、2020年那个时候，美国政府有针对中国有政府全面性的政策，就是 whole of government 各个部会，不管是能源部、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等等单位，都要需要有应对中国的相关政策。而且那个时候 Pompeo 国务卿天天都在讨论中国，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川普他的 focus 就是他看中国的时候，他的 focus 的确是贸易，要帮美国不管是农民或其他的企业好像他还是认为美国的企业可以继续跟中国有来往，双方可以继续赚钱，而且以赚钱为主。所以他所有的很多事情都以经济为考量，而不是所谓过去那种跟中国那种敌对式的力量在进行。目前有点早了，我们不知道过半年或1年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你觉得转捩点是什么？因为他2017年刚上任的时候，他那年也去中国，对不对？而在第一年的11月也去中国，那个时候一直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希望可以达成贸易协定等等。那后来过几个月1-2年之后，就进入这个敌对的状态了。所以其实虽然他们这次开会看起来都是很 friendly 很友善，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过几个月半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排除政治问题还是会再介入中美关系。对，所以整个情绪上面美中2大国感觉不稳定性还是很高。好，那这当然也是全球人都很关注的。但我想问方律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期中选举美国这部分会不会影响川普的一些做法？当然，将来1年左右，所有的政策考量，不管是内政或外交，他当然要考虑到会不会影响到其中选举的结果。说实在，目前参议院的部分，共和党好像是很稳定的，还会继续掌握多数党的优势了。那众议院真的是变化不排除民主党有胜选的机会，但是说实在，民主党目前的缺点也很多了。我讲这句话不是因为有共和党的背景，但是他们问题也是很多，尤其是 messaging 的部分。如果我们看所有的民调，比如说你看好哪一个政党，民主党虽然很多人批评川普，不管是哪一方面哪一个议题，就批评川普，但是民主党的声望也没有目前也没有很高了。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有针对其中选举怎么会影响到内政或外交政策，目前真的是有点早，要看过了半年之后，到时候如果民主党的声望还是走得很低的话，那川普就不用在乎这个问题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中国大陆对于一些日中韩的自贸协定谈判他认为要尽快的恢复这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所说中韩双方应该通过了中韩产供应链的合作热线等等来加强沟通协调，那要保障的就是中韩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好，当然也要加强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下框架之下的合
合作，那推动尽快恢复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要保护的就是这个多边主义，还有自由贸易等等的共同维护。所以我们也看到王文涛跟南韩的产业商通部的长官在讨论说，要维护的是他们这个产供链稳定以及加强合作。所以对这件事情呢，其实中国大陆跟南韩之间看起来是有共识的。那中国大陆的娱乐业有个限韩令嘛，大家知道过去有这样子的状况，不过现在有望松绑哦，因为李在明跟习近平讨论了，两个人在一起见面之后就讨论了扩大文化交流的议题，那就要提高中国大陆松绑已经10年的娱乐业的这个限韩令。那希望习近平甚至还是吩咐了这个王毅要跟进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看起来这个有望了。那习近平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叫王毅要特别处理。好，那从屡次威胁转为抛出了橄榄枝，我们看到川普安抚了亚洲的盟友那当然在 APEC 峰会上面跟东协峰会上面其实这两个都是主要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关税威胁跟国防开支施压美国的亚洲盟友其实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保持警惕。那川普也试图修复东协国家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跟北京现在走得很近好，那亚洲各国也必须要面对川普2.0的现实。那他处理国际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那在这个时候呢，习近平上周也取得了里程碑的成就。那这次川普的亚洲行，很多人的评价认为刚刚我们方律有讲说充满了经济贸易，那有人认为干脆就讲它是交易式的外交吧，说川普对于区域多边的舞台不感兴趣，那主要是运用经济工具在扩展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川普的关税政策会使得东协多数的成员国家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从而对美国就会失去信心。那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现在看起来是东协国家希望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的方式啊。我们看到越南嘛，他们的主子外交，所以两边都不得罪，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好，那川普的核潜舰外交是不是也正在进行当中？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南韩、澳洲、日本都蛮想要这个核潜舰的。好，就有人家在问这核潜舰有什么魔力只有6个国家拥有那为什么现在南韩、澳洲、日本都想要啊？其实核潜舰的建造门槛很高，那目前只有美国、中国、俄国、英国、法国、印度有现役核潜舰，而且这6个国家其实都拥有核武。那核潜舰可谓说是核3位一体，也就是核潜舰、弹道飞弹还有战略轰炸机之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韩国的部分李在明也有特别跟川普讲到说，希望有核潜舰。好，当时川普说，我同意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舰。那如果放眼印太地区除了美国、英国2国有达成共识的澳洲，其实日本防长官房的长官他也之前有隐晦的表态说，不排除所有选项，也就是希望有核潜舰。好，所以大家就说了，核潜舰现在看起来也是川普可以跟很多国家应对的一个外交手段。好，那纽时也分析说，这个长期以来南韩一直都在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那也依存中国的经济，所以他们希望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但是这个平衡呢，实质上已经结束了，因为如果美国跟韩国的核潜舰协议落实的话，其实就代表南韩从平衡的行动者已经转变成完全迁入了美国的框架伙伴。所以韩国是不是真的也有在转变呢？但是毕竟人家说李在明比较偏中，好，那到底有没有转弯还要持续的关注。但现在呢，美国防长真的是人前一手人后一手，一面指责中国，一面又称赞美中之间的关系就说为了凸显华盛顿跟北京关系在日益紧张的状况之下，还是努力的在取得平衡啦。那东南亚的政治分析家则认为说，这是在进行危机管控。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美国对华关系的2种不同的倾向。好，那当然一个视为威胁，一个视为合作
伙伴。那五角大厦的负责人到访越南，也就是赫格塞斯。这时候，美国跟越南的军售谈判就仍在持续当中。那以及彭博也说，川普的亚洲行表明了美国仍然是后盾，但是台湾的亚太盟友也面临了2个现实的问题。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哇，这个川普的亚洲行在首次嘛 2.0 之后的首次，整个世界的局势真的又开始不停的在转。亮哥，我觉得除了日本之外我难以想象东南亚或者韩国能够脱离中国经济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评论者是基于什么，因为韩国出口到中国24%，你怎么弄？那韩国又是有这么大的工业生产力的国家，请问你要卖到哪里啊？美国有关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随便讲讲啦韩国在政治军事上本来就是依赖美国的嘛，这个什么时候有变过而且你们注意，核动力潜舰的拥有国家都有核武对，所以核动力潜舰除了就是跟柴电潜舰不一样，它不用过一段时间就要浮上水面嘛，所以它比较安全，可以长时间的在海底下这个潜行可是你如果没有核弹其实威慑能力是很有限的你在海底下航行，然后能够打出去，打到北韩的飞弹，不是没有核弹头，那有什么用？你只打个点而已所以我讲白了韩国事实上是很委婉的，想要慢慢变成核武国家了。因为核动力潜舰它的核燃料，它的浓缩度70%，远高于核电厂。那军规的核弹头、核燃料浓度要90%，所以我认为是2步走的计谋啦。所以我觉得韩国真的是一个蛮聪明的国家啦。我讲大白话了比如说他知道美国要他投资3500亿，然后他就说，那我优先来帮你发展造船业了那这个就是美国跟韩国一个很大的共识嘛。那韩国就找到自己发展的一个焦点，可是日本就没有找到结果美国还帮他指定说你来投资我的电厂，所以我觉得韩国真的蛮聪明的。我是就韩国跟美国谈判对比日本跟美国谈判韩国是3500亿，我优先1000亿来发展造船业那你可不可以让我发展核动力潜舰嘛？要交换结果川普同意了而且未来美国有很多军舰也需要维修那美国就必须要立法让韩国的造船业得到特别的地位，那韩国又变成全世界唯一的所以我觉得韩国是个聪明的国家啦，比赖清德、比高市早苗要聪明得多永萍姐，对，正因为韩国总统李在明呢，并不是一个真的单纯崇拜川普的右派，他本身是劳工出身的他的那个背景，而且他对北韩呢也是比较继承他们多少希望不要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也并不是主张很强硬对中，所以其实李在明他有弹性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评论台湾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在野党一定看不得民进党或者是赖清德的好，而是说已经很多证明了，你单方面押宝一个美国你单面抱一边的大腿呢，你另外一边失衡，就会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可是你两边呢，如果都是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然后都努力去想办法改善，那其实你就有可能，当时马英九在台湾主政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中国大陆跟美国方面都维持的不错当时大家也觉得说，台湾一下子就从陈水扁时代的地区最危险的地区麻烦制造者，我们一下危险指数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那今天的赖清德做不到，可是李在明做到了。我们光观察一个指标正常状态，如果韩国直接说单纯只说我要发展核子动力潜艇，然后呢没有同时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这个大陆会跳脚中国大陆怎么会跳脚？可是你看看中国大陆有没有对这件事情强烈反应？他不但没有，他还在经贸关系对跟韩国的解决有很高的期待，持续了10年的禁韩国艺人的禁娱令就是禁韩国明星韩流这个，他现在要解开了。那这个对韩国的那个娱乐产业界是一个多大的利多，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很大，而且很多韩星之前呢，为了准备进军大陆市场，都勤学中文都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也是说明什么？这说明呢，李在明的小心谨慎。他在跟川普谈说我想要开发核子动力潜舰的时候，他是只说燃料请美国你提供给我，他没有说我要因此去发展核武，我要干嘛？他说请你提供我能够核子动力那个潜舰的燃料，那我们就会把船造好。你看他多有技术。所以在这一次真的看到很多国家跟川普、习近平过招，真的看得也蛮过瘾的。方律，也有李总统也有另外一个考量，这个是我发现台湾媒体几乎是没有讨论的，但是从去年底前总统被下台之后，因为他发动什么戒严，对，他被下台了，有国会戒指。那从大概那个时候，美国很多右派外交专家、政治评论员都一直说，我这个是中国都在背后，这个是左派一个大的阴谋。对，那最近就是川普总统准备访问南韩，这些人一直是投诉说，你看这个左派总统一直调查右派政治人物，一直调查基督教机构，南韩的基督教机构等等，所以这些人一直是呼吁川普总统不要跟这个李总统走得太近，不能信任他了，他是亲中人士等等的言论，真的有很多了，甚至他们说今年李总统赢的选举都是作弊的。对，而且他们说都是中国在背后，当然他们没有拿出什么证据，但是这是很多美国保守派的，就是看南韩政治在台湾就是所谓的境外势力，对不对？就类似的。这个让他们说了。OK 所以李总统他是做很多防守的动作，贸易谈判答应美国很多的请求，尤其是这么大金额的投资。然后也知道美国希望南韩可以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就答应了。那另外这个核子潜舰南韩我同意，南韩的这个执政团队非常非常聪明，因为他们知道提这个请求，川普会非常会很高兴，而且会很接受。为什么川普很高兴呢？不是因为川普很支持印太地区有什么武器竞赛 （arms race）， 他知道美国厂商会赚钱了，所以他就说这个 idea 不错，好，那我答应了，我们美国这个科技可以卖给你啊，当然是卖给南韩，不是送给南韩，对不对？川普当然不会答应送给南韩，一定是要买的，对不对？所以川普就很高兴，所以这次南韩真的是做好，就是李总统他的团队真的是做好他们的功课。这个是其他印太地区政府值得学的，我没有点名哪一个政府。好，那大家心里想想是哪一个政府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接着再把镜头转到美国的内部，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这边有出现蛮多暴力的情形哦。好，首先就要看到的就是是不是这个移民这边的执法过当呢？因为这个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车祸之后，结果暴力的来逮捕一名男子，这执法人员殴打一名已经被制服的男子他已经被制服了，结果还对旁观者来喷洒辣椒喷雾，那此举导致当地的社区有强烈的抗议。
好，但是联邦当局后来回应说，这次的逮捕完全符合规定，那执法人员也使用了自卫手段。好，但是这个画面出来，您看到真的是有点执法过当哦，毕竟是人民是美国自己人好，当然律师也说，美国公民在警告说 IC 人员有关在儿童校车站聚集时从后面开枪。好，那这是美国公民他叫做西门尼斯，他被美国移民跟海关执法局，也就是所谓的 ICE 枪击。那他之前就曾经警告执法人员说，附近有儿童聚集的在校车站。那他的律师也宣称说，他试图离开的时候，结果被别人从后面开枪射杀。好，但是联邦官员的回应是说，这一位美国公民他是以威胁的方式倒车冲向了警官。好，但不管如何，大家现在在美国看起来说执法人员过当的情形非常的多。那我们就要反观来看川普怎么说。其实现在这个扫荡移民当然也引发了很多美国内部的不安。但川普认为说，其实做的还不够他说，我们针对移民展开的突袭行动根本还不够，但这项激进的做法其实已经引发抗议很多人说有点侵犯人权，也指控川普的政府不够 OK。好，那美国现在这个关门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已经来到了33天。好，距离之前最长的35天还差2天。好，看起来这2天也没有解，所以应该会再破纪录。但是这个关门可怜的就是公务员，有超过75万的公务员超过1个月都没有收入，而有人还变卖这个家当，靠网络上来筹款过活。他们说有一位在政府出版局担任他是53岁的这个人，那他在政府关门之后把爱车没收然后之前的家当都卖掉3餐现在只能靠咖啡跟蛋白奶昔来果腹，然后还透过这个募款网站来捐款，勉强的支付生活开销。那现在也说这个供暖的补助也要停发了，因为没钱，所以590万的家庭恐怕在这个寒冬也不好过。那川普的政府也不想用紧急资金，所以很多州根本没有办法填粮食券的缺口，所以4200万人陷入了一个困境。好，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感觉美国现在的经济生活真的都非常的糟。好，那川普现在有没有着急呢？有。因为已经停摆进入到第2个月所以说要提议取消冗长的发言权。好，这是一位进白宫的匿名人士说，白宫内部有在讨论后续的应变方案，那也承认说上个月的判断其实有很多的错误。那民调显示，多数的民众认为主要的责任方是共和党。这令川普感到有危机了，居然大家觉得我是共和党的问题好，这就会影响到他的选举嘛。好，那现在有人说了，会不会川普不在意一般民众，只在意道奇世界大赛封王因为他送了祝贺词，说恭喜洛杉矶道奇队了不起的冠军赢得了胜利，最后以3个惊叹号祝贺，也不忘恭喜球团老板，说大家白宫见。这个对比起来就很有相对剥夺感。不过奥巴马现在也出手嘛，我们先看川普他有投资这100万美元用于新泽西州跟弗吉尼亚州的选举工作，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所以他开始动起来了。但是相较于之前的前总统奥巴马，他也开始出来批评川普政府鲁莽行事，所以说要用选票来进行反制。他是为了2位民主党籍的州长候选人站台批评这个川普的混乱关税政策，那还有把这个国民警卫队部署到美国各大城市的做法，奥巴马都强力的批评。那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期中选举当中，要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府。好，那纽约有望出现首位穆斯林市长吗？奥巴马也罕见致电他说这个曼尼拉称说愿意担任顾问。那因为纽约市长在11月4号就要登场，那最近这件事情在美国也烧得蛮剧烈的。不过我觉得只要有选举其实大家的这个氛围都会比较热烈一点。好，我们还是回头看到说这川普跟移民之间的这个暴力冲突，现在正在美国上演。先问亮哥，目前美国的非法移民大概强制驱离有40万人，那自愿离开的有160万，所以总计已经高达200万美国的非法移民大概总数大概是1100万左右，所以川普认为他成功啦，因为强力驱逐，那有些人觉得，哎呀，我早晚会被强力驱逐，所以就自动离境了。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他是得分的项目。我讲的是非法移民这个议题啦那当然了，有些行业因为习惯性的用非法移民来做工作吧，那有时候就有缺工的问题。可是这个不是共和党 care 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连接到治安，所以就连接到包括国民兵要介入各州去维持治安。这个议题，川普也是得分的民众对他的这个议题是对治安就对了。所以我跟你讲非法移民还有介入民主党执政的各个城市做必要的治安的介入，这两个议题是共和党很硬的议题啦所以你这样讨论，他们不会让的，我认为还会继续可是这个政府关门这个当然要解决啦，这个已经远超过大家的预期了。我本来以为最多2个礼拜，莫名其妙1个月就过了。那美国人你从这里刚好看出，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储蓄了，对，所以生活一下就紧张起来而且前一阵子不是听说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富豪捐了一个钱给美国的军人嘛，捐了1亿多不然连军人家里的生活都出现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川普会想办法来解决了。可是我跟你讲民主党也很硬因为他这是卡到了平民医疗法案，那川普就认为平民医疗法案如果让他过了，那非法移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享用，那这个是又违反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所以其实这个议题是很硬的，因为就他政府关门卡的议题就是平民医疗法案，那民主党不让就卡住了所以可是坦白讲，这个超过1个月政府关门，这个大概是历史上第2名的啦。对，我记得在川普任内有一次是35天嘛很快就要追过差2天。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对美国有伤啦而且我甚至认为，如果再这样耗下去，连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对共和党不利啦。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川普应该会积极来面对啦。可是非法移民跟那个国民兵介入各民主党的州维持治安，这2个议题无解啦。可我觉得这2件事情是可以不一样。好，永平方律。如果我是川普顾问的话，我会建议2个都不要让步了，不管是非法移民或政府关门这件事情，我会建议都不要让步了，真的不要让步，就算了，是不是？非法移民这方面，他竞选总统的时候常常提这件事情，所以他能够当选是其中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他说我会对非法移民非常强硬，而且批评的声音说实在是来自于民主党选区了比较多了，比如说洛杉矶、纽约市、旧金山那边共和党没有票，所以他也不用听来自那边的批评声音，他真的不用。美国人他真的不用听啊，真的不用听啊。政治上是没有不用听。那政府关门这件事情，其实民主党会先主动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么多人没有受到相关的社会福利，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妥协而让这个情况继续下去了。该给的社会福利，我们认为，因为这是民主党的他们的怎么讲，就是他们的本质了。他们觉得这些社会福利是联邦政府该给的，不用因为政治不给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川普的话，我会等看看了，民主党会不会妥协？而且在参议院已经有几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开始投开放政府，谈判可以再来处理，但是先主动开政府，恢复正常运作了。所以其实白宫那边还是可以等啊，我觉得目前没有那么急。如果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两方过2-3月真的还没有再次开放政府的话，那可以再说。但是短期之内，我认为川普不用妥协。
好，但是不妥协之下，其实美国人民就很辛苦嘛。我们刚刚看到了，有人要变卖家当，然后甚至还上网来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例如需求捐款，所以有听到类似的议题吗？您没有，没有。OK，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可能这比较是不同面向的这个社会层次啦。永平姐怎么看？其实啊，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正是两个很意识形态，他们本来民主跟共和两党政治很稳定，是因为他们都是左右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是趋中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让这个来当选，让那个来当选，他们差异不会那么大，这个社会还是可以勉强在大家一个接受的状态下。可是当你有一方走得很极端的时候，你另外一方面也会逼着走极端啊。譬如说，你政府继续关门，75万的那个政府人员，他们虽然不是像我们台湾公务人员那种概念，可是一样嘛，大家都认为说你是领政府薪水的，你能够活不下去的机会很少吧？它就算不像我们东方的铁饭碗这么铁，起码也不是一个你觉得会一下你会变成无家可归人士的状态嘛。可是现实上就是啊，对不对？他一关门关了1个月，然后大家马上，他不要说没有储蓄，没有储蓄还是比简单的说法，他是以债养债啊。美国有很多人的习惯，他去消费了他不能负担的消费，他就是一直靠信用卡循环利息，然后领了下一次的支票就去支付这些债务。所以当你完全停止了他的收入以后，他立刻陷入窘境嘛。那这种状况呢，会把一个社会活生生的撕裂，而这种撕裂呢，我觉得现在反映在民主党的纽约市选举呢，我觉得太惊人了。我是 NYU 毕业的，我在纽约住了好几年。你能想象纽约这样的城市，由一个34岁乌干达出身穆斯林教的教徒，在2-3天后的投票，可能就要当选美国纽约市的市长了吗？这个曼达尼在他开始参选民主党初选的时刻呢，他只有1%的支持度，然后默默无名一个，他拥有美国籍也没有几年，然后呢，才不过刚刚当选了纽约州的州议员，然后他就说他要挑战美国纽约重要政治大派系的领袖，纽约州长古默，他的弟弟还是 CNN 的名大主播。这个古默呢，当时想说这小屁孩来跟我搞什么，一定大胜。没有想到一路这样的主张呢，彻底把他打垮。现在他的民调也是遥遥领先。他主张什么？我讲给大家听。主张说纽约那么贵的城市，所以呢，我要让所有的租金都有上限控制。然后呢，纽约这么大的城市，我要让所有的公车通通免费，给年轻人机会。然后纽约这么贵的城市，你们年轻的父母，你们多可怜，你们没有钱，你们是要送给小孩去这个小孩的幼儿园呢，等于跟读大学一样贵，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所以他讲的这些引发了好大好大的热情，那他钱从哪里来？从富人抽税从有钱的公司抽税，直指美国华尔街那些人。他是在一个城市穆斯林教徒只有100万人的纽约，现在呢，因为他激进的左派主张，站在民主党提名的角度，因为他初选胜了嘛，当然民主党就提名他，结果他就代表了这样的一个极端路线。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当然他胜了，现在民主党的主流派很紧张啊，